小米17，昨天新买的，已经死机了。这个不是屏保，真也不管护了，已经烫手了。看吧，昨天新买的这就是。上手1分钟都不到，相机直接给我卡死机了。小米17 Pro Max。真的好无语，真的好无语。你别笑。真金白银冲的首发啊！专属纪念章还没捂热乎，遥遥领先，就让我失去了对小米的期待。我们绝对不会期待米粉的期待。好，我都不知道咋回事，又卡住了。崩溃了，我真的崩溃了。触控不跟手，好像已经是家常便饭了。别急，还有更逆天的。主播玩了100多部手机，第一次遇到。你们注意看这个壁纸动画，我真的没有给视频减速，卡成 PPT 已经2天了，这对吗？到底是谁在说澎湃 OS3丝滑流畅的？不过卡顿就说明肯定买到正品了。这一代小米影像是缩水的，续航是尿崩的，系统是卡顿的。这小米手机质量也不行啊，好好的手电筒都打不开了，真服的才买了1年多，手机还卡的不行呢。早知道就不买小米手机了。都分了。这是小米出错误了，小米的问题。刚买的小米手机真垃圾，看看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，我是美玲。最近小米风评出现明显转折，从此前的全网吹迅速变成了全网潮。起因就是小米在最新一代产品的命名上跳过了小米16，直接推出小米17，并且呢还与苹果要保持一致，是有 Pro Max 版本。雷军在发布会上更是高频提及苹果，据统计呢多达50余次，反复强调无论是软体还是硬体都要对标苹果，无论是门店的手机陈列方式还是发售首日的迎客流程都与 iPhone 极为相似，这让不少网友都调侃，是不是下一步连名字都要改成苹果了呢？而真正引发不满的还是小米的定价策略。有评论指出，小米17没有给自己留下多少回旋的余地，因为 iPhone 17官网起售价是5499元，叠加各平台的优惠和折扣以后呢，实际到手大概是在5099元左右。那相比之下，小米17的起售价是4499元，与 iPhone 相差不过几百块。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呢，与其花4000多块钱买一部口碑尚存争议、品控问题频发的小米，不如多加几百块钱直接入手 iPhone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不少网友吐槽，小米曾经凭借性价比赢得市场，如今却主动放弃了最大的优势。有网友评论道，那咱就说发布会真的甩出什么重大技术突破也可以，这在这前脚刚吹，自研晶圆，这么牛多么领先，仿佛已经站在世界前排后脚转，自家手机又用上高通骁龙，这不是智商矛盾吗？说白了，何必给自己找这么尴尬呢？那你品牌的底气到底从哪儿来呢？再说了，以前是首富给我们汇报工作，现在反倒成了首富跟我诉苦，造车和造晶圆2条路并行，大家都知道很难。中年成功人士没有老登位，没有车累是好事，但是呢，一直沉浸在这种楚楚可怜的营销，是真的是让人很尴尬。实际上呢，口碑翻车也并非是一场发布会造成的，而是此前大大小小的不满情绪累积的。手机连环爆炸，数据召回，产能瓶颈，无法交付，网感无敌，但是呢，对重大问题还积极的回避。人家苹果出17是因为上一代是16，你小米出17是为了什么呢？我看了官方给出的解释是什么？是因为性能远超16，所以改为17。你不觉得这个解释很搞笑吗？苹果人家从来都是拿自己跟自己比，其实小米是知道这样会被骂的，那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？我翻遍了过去所有的一些发布会，从营销的角度来看，雷军他是一个天才，他们从不花1分钱去做宣传，但依旧还是有人乖乖为他们家的产品买单。博主指出，小米每一次发布会都会有一个共同点，小米善于通过对比制造话题，声称自己在性能、功能与设计上已经远超过对手，实际上呢是在刻意引导舆论，引发粉丝站队。
在这种操作之下呢，支持小米的粉丝会去发视频喷苹果，而支持苹果的粉丝呢，也会发视频反击小米。营销目的已经达成，舆论热度被制造出来，品牌话题自然是持续发酵。例如呢，当小米苏7刚刚发布之时呢，支持雷军的人会称其为帮助普通人开上第一台轿跑的人，而不支持的人呢，则会批评其模仿或跟随别人的设计。这种对立而不一边倒的效果，使小米品牌始终保持着舆论关注。你看今年的小米17也是在制造一些舆论，现在热度也是确实起来了。但今年为什么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呢？因为现在的吃相实在是太难看了，连很多米粉都看不下去了，简直就是把他们当傻子呀！就像在告诉米粉来买啊，花同样的价钱买一个山寨的苹果17。以前都是隐晦的去对标人家苹果，我们都不会去说什么，但今年明目张胆去抄了，换谁不生气呀？是不是？那小米17到底为什么让很多网友都不满意呢？看看网友们都是怎么说的。咱们接着吐槽这个小米17 Pro Max 啊，作为一个普通用户的角度啊，第一个呢，我说这个背屏确实没什么用，那底下一群人说这个背屏怎么好，怎么好，还有私信骂我的。那你告诉我，这个背屏除了动态壁纸，它还有什么用？你告诉我。还有，我没有说它不好看，挺好看的。那我只是说这个背屏它不够优化，它没有任何功能。那你出这个背屏意义不大，对吧？我希望你后期优化好一点，能出 APP 通知，搞一些打开 APP 的功能，对吧？比如说计算机，对不对？博主指出，更让人无语的是，官方只会不断增加动态壁纸和几只小动物，但核心功能几乎是没有改进。第二个，我说这个手机发烫，它就是烫，你们不要反驳，就是热，因为它是金属边框，全部导到边上，前后是还好不热的。摄像头在这一块热的是这一块，它热吧，从这一块开始热，往下导，因为这个手机很大，你握着手要稍微用点力，所以它这个热你会感觉到非常明显啊。你说打游戏热吗？这倒无所谓，关键你刷抖音也烫，那我其实很无语。然后第三点啊，关于这个手机共振，我第一个视频就说这个手机共振很厉害啊，一堆小可爱跟我说这个声音与触感里面有一个叫什么音乐触感，把它关掉就好了。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什么啊？这个东西是你用网易云或者是 QQ 音乐那种音乐类软件，它会根据手机那个音乐马达会震动。这跟抖音 APP 跟喇叭有什么关系啊？一堆小可爱在群里面老发那个图片啊，它共振就是共振，声音开稍微到一半啊，它这个前后啊共振会很厉害。有用户直言说呀，小米17 Pro Max 完全不值得推荐购买，一年比一年失望。这部售价5000块的旗舰机呢，不仅后台应用频繁被强行杀掉，桌面壁纸动画甚至卡成了 PPT 般停顿，拍照色彩表现诡异不自然，续航能力不足，同时呢，副屏发热非常严重。那么还有网友说呀，他们买到上海第一台出问题的小米17 Pro Max。好，来看啊，不是我黑小米，上海首例支持可查。这个昨天刚提的小米17 Pro Max， 然后啥时候坏的？昨天下午。昨天刚提的，昨天下午就坏了。这个数据肯定是可查的呢。这个呢是小米的赠品，手机昨天已经退货了。然后这个赠品呢，我朋友忘在公司了，今天给他拿过去把赠品退了。赠品退了之后才给退这个手机的钱。哪里坏了？就是哪里出问题了？那手机？就昨天下午到家以后，发现这个移动数据和 WiFi 都连不上，搞了半天搞不清楚什么情况。然后呢，门店的销售建议我去小米的售后中心，然后去做一个检测。检测结果呢也确实是硬件有问题啊。就是他明确告诉你这是上海首例是吧？没错。咋这么寸，就让我朋友赶上了。实体店体验更是打脸，部分用户在旗舰店使用小米17时呢，手机卡顿严重。就是拍照的时候，这边也能看，那边也能看。小米17，这是背屏，这背屏怎么玩了？动不了了，这是。
外界指出，雷军在发布会上叫嚣全面对标苹果，而实际上呢，只是蹭苹果时期的热度，而核心体验仍存在严重的问题。有网友说，他在2023年购入了一部小米13，原本认为手机硬体配置都很亮眼，性能、屏幕、快充这些方面都还算是不错，但使用还不到1个月，手机就死机2次。一部旗舰机型，最基本稳定性都是无法保证的。没有想到，时隔1年多，小米17系列发布以后，他去实体店去试用，还是一样有卡顿的毛病。这让人感觉小米这些年在外观功能上推陈出新，甚至喊着超越苹果，但最根本的品控与稳定性问题呢，却始终没有真正解决。那么还有网友指出呢，刚发售不久的小米17真的是让他大开眼界，没有经验全是失望。手机买到才到手没有多久呢，就3番5次的卡死。堂堂一部售价4500的旗舰机，居然连最基本的流畅和稳定都是做不到。拿去售后得到答复永远是那一句话：更新系统试试。可笑的是呢，更新之后依旧会死机，再次让他体验到了小米叹为观止的品控。配置再高，参数再漂亮，如果连最基本的稳定都是无法保证的话，那么这些噱头便是毫无意义。网友表示，有很多人说要支持国产，可这种态度和这种质量让人实在没法继续信任。还有的网友更是表示，再也不会买小米的产品了。另外呢，在视频剪辑等高负载操作之下，小米17依然是表现不佳。这就是小米17，剪个视频能把自己手机剪爆，你看，动都动不了，锁屏，没反应。剪个视频能把自己剪卡的要死，安卓手机还是不行，看来以后还是不能买。你看，卡死了。甚至呢，在玩手机游戏时呢，手机背屏无法操作，机身发烫明显。都在问小米17玩游戏行不行？你们真的会用它打游戏吗？真的是巨烫啊！先来看看这个原神，虽然帧率是59.4帧，但是它这个帧率曲线波动还是很大的，而且温度47.7度，超级的烫啊！尤其是这个边框啊，那就更烫，烫的根本就握不住啊！现在天气还没那么热，如果夏天那就会更烫。来看看星铁啊，已经超过了48度了啊！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挺流畅的，20分钟左右那就开始掉帧卡顿了，波动是非常大的。所以你的游戏需求比较大，小米17是不适合你的。有网友说到了，新手机刚到，满怀期待的打开游戏，结果才玩没有多久就直接卡住了，屏幕滑都滑不动了。花了大价钱买的所谓的旗舰，却连最基本的流畅体验都没有。说好的性能怪兽，结果成了卡顿怪兽。买之前是激情满满，买之后是满肚子无语。那么还有网友爆料称呢，刚买到的小米17用来玩游戏，结果遇到的第一个 bug 居然是游戏过程当中完全无法调节声音，音量键失灵，想大点小点都不行，只能是干瞪眼。那么还有网友提醒说呢，小米17外壳很脆弱，要注意保护。买了小米17的注意了，这款手机边框特别的软，带手机壳又特别的滑，坐着的时候滑到地上了，然后就摔出了一个坑。这款手机还是要带上手机壳，不然很滑，而且它非常的不耐摔。也有网友曝光，网上有很多关于小米品质好的测评，造假非常严重。听说现在17的测评吹得很厉害哦，吹得天花乱坠，那参数报的比它跌的时候，有一个敢说它不好了吗？有一个吗？它发热严重，他说是性能极致的释放，那个续航旋风，他说为了更轻薄，信号垃圾，他叫你换个地方，在他们眼里，我告诉你，只有这个报价单，谁给钱多就吹谁，所谓的第三方独立，其实是收钱办事。哪台手机是完美的啊？他们愣是把所有的缺点都给你圆回来，这哪是测评啊？这就是数码界皇帝的新衣吧？兄弟们，我们为什么看测评？不就是想买个靠谱的手机吗？不就是为了不踩坑？结果呢，信了他们的鬼话，买了个祖宗回来，发热卡顿，信号差，而且还掉帧，你去找他，早把你拉黑了。他们赚得盆满钵满，
我们的吃亏上当，这就是现在测评圈。所以从今天起，我们去看那些用户真实的差评，这才是我们应该看的。而且呢，还不光是小米17，小米手机的其他系列也是问题百出。有网友发视频吐槽，很无语。小米15用了不到半年，流畅度就开始明显下滑，卡顿频频出现。想着可能是系统的问题，就升级了一下，结果呢，发现完全没用，该卡还是卡。小米15。卡住了，妹妹。就这么卡。那么还有网友说呢，小米手机居然连最基本的刷脸解锁都会卡死，日常用个解锁功能都不流畅，还谈什么旗舰体验？买之前宣传的天花乱坠，买之后各种小毛病层出不穷，一次次的卡顿把人耐心都给磨光了。小米系统这个藏污纳垢的能力，我也是真无语了。在设置里，大家搜索一下这个快应用服务框架、快应用管理，这些应用我从来都没用过。我对小米手机够了解了吧？我都今天才发现还有这么个东西。而且这些应用它在桌面上从来没有过显示。这肯定不是什么正经应用，要不然小米不会把它藏得这么深。哎呀，看看你的手机吧，我想你的手机里肯定也有这些垃圾应用，小米藏的是真深呀。不愧是小米，我这在这刷手机，我看时间怎么才9点多，还解释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？然后一抬头看电脑，好家伙，都已经10点半了啊！为啥时间都能搞错呀？我天哪！然后它这个还真的是9点14，然后我们看设置哈，设置里面还是正常的，这个日期和时间它还是10点26分。现在问题在于这个重置时间我怎么摁啊？左上角其实都是没有变化的啊，主页这个时间还是对的啊。然后我们锁一下屏试试呢，锁下屏，锁屏也是10点26，还是回不来，这怎么就卡在这儿了呀？这9点14。小米15 S Pro。死机了，然后你知道最奇怪的是啥吗？小爱同学他能出来，甚至你叫他小爱同学，我在，他还能出来，甚至你关机这个指纹解锁也能正常用，但是你就是点不了其他东西。不是小米什么时候能把这个系统问题给解决啊？网友买的14 Ultra 也是问题不断。这个手机已经不止一次这个样子了，你看。就是没反应，这样子后台关掉后台也没有用。你看，才刚买完啊，怎么这个样子呀？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